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斌。2021年5月16日，奈史密斯名人堂入选仪式正式举办，科比、邓肯和加内特成为最受关注的3位入选者。从1999到2010年，他们3人包揽了10个 NBA 总冠军。凯文·加内特第一个登上演讲台，现场先是播放了一段回顾 KJ 职业生涯的视频，随后加内特演讲，他感谢并恭喜了邓肯、科比。他说：“能与2位一起进入名人堂是我的荣幸。”当然，加内特感谢了一众前辈，其中就包括自己的引荐人、微笑刺客以赛亚·托马斯。同时，加内特感谢自己的家人、母亲、妻子和女儿。他感谢波士顿，感谢劳里弗斯、安吉等人以及队友，感激布鲁克林的一切，感谢喜欢以及嘲讽他的球迷。加内特也感激了明尼苏达，只是遗憾自己没给那里带来一个冠军。在演讲最后，加内特祝福科比遗孀瓦妮莎。在加内特的演讲中，最令人动容的是他对明尼苏达灰狼的感谢。我们都知道，加内特最出名的外号是狼王，就是因为他在灰狼效力，将自己职业生涯的最好年华给到了灰狼。1976年5月19日，凯文·加内特出生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州。父亲曾经在部队打篮球，可惜在他年纪甚小的时候父母离异，母亲带着小加内特和妹妹再婚，继父对兄妹俩极差。13岁的加内特为了让妹妹和自己活下去，没日没夜地打零工养家。肤色黝黑、身材瘦小的加内特，只有闲暇时间在篮球场才能找到童年的快乐。母亲希望他学有所成，以后做个上班族。继父根本不支持他打篮球。好在加内特争气，打工期间不仅练出了力量，身材也是节节攀升，同时养成了争强好胜的性格。每个人的童年对成年后的性格影响极大。家里人不支持打篮球，加内特把装有篮球的背包从窗户扔到灌木丛，在大人眼皮底下空手出门打球。凭着这样的执着，升入高中的加内特终于正式打上了篮球赛。高中的前3年，加内特就读于南卡罗来纳州莫尔丁的莫尔丁高中。高4前的暑假，加内特因一场打架事件被迫转学到芝加哥西区的法拉古特职业学院。在法拉古特学院，加内特场均得分 25.2 分， 17.9 个篮板， 6.74 助攻和 6.5 个组攻，率队创下28胜2负的战绩。今日美国将他评为全国高中联赛的最佳球员。在天才球员云集的全美麦当劳明星赛上，加内特以18分、11个篮板、4次助攻、3次组攻的数据成为最耀眼的球员。高中毕业后，加内特在接受学生体育杂志采访时表示，如果上大学，他会选择马里兰大学打球。可惜最终因其未能在文化课中取得足够好的成绩，满足 NCAA 对新生资格的要求，加内特进入大学打球的愿望最终无法实现。当时的 NBA 对高中球员参选并没有限制，这给了加内特选择的机会。于是他的高中教练就带着加内特与18名 NBA 球员的经纪人讨论了从高中直接进入 NBA 的可能性。其中一位叫埃里克·弗莱舍的经纪人看到了加内特的潜质，并特意安排了一场由职业球员参加的比赛对加内特进行测试。加内特在这场比赛中完美地展示了自己的篮球技能。弗莱舍随后又安排加内特在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进行体测，并邀请了拥有前13顺位选秀权的 NBA 球队代表进行观看，其中就包括2位重量级人物凯文·麦克海尔和埃尔金·贝勒。当时的麦克海尔刚刚被提升为灰狼的副主席，拥有球队的选秀决定权。测试中，麦克海尔在篮板投篮标识框上方粘了一个小盒子，然后要求加内特连续起跳触摸这个盒子。加内特不仅做到了，而且每次都会超过1点。体测的结果打动了麦克海尔。1995年选秀大会，灰狼在首轮第5顺位将凯文·加内特选中，这是20年内 NBA 的第1位高中生。当时加内特不满20岁，他也一度成为 NBA 选秀顺位最高的高中生球员。而上一位高中生新秀正是 NBA 历史上鼎鼎大名的超级杀器摩西·马龙。自此，在这篮球荒漠的小球市中，加内特带给了灰狼最辉煌的一段时期。生涯前12年，加内特一直效力于明尼苏达。一个职业球员的生涯能有几年？而 KJ 这种级别的球员也值得更高的舞台，更多的聚光灯。可是他依然选择把最强的自己留给了灰狼。2003至2004赛季，加内特打出了生涯最巅峰一年，场均 24.2 分， 13.9 篮板， 5.0 助攻。或许这份数据在现在的 NBA 是平平无奇，但是放到那个年代，可是能够力压科比、奥尼尔、邓肯等一众球星拿下 MVP。因为加内特的存在，灰狼也始终是西区不可忽视的力量。2003至2004赛季，加内特带着一支天赋平平的灰狼杀进了分区决赛。
但是面对湖人 F4，最终遗憾淘汰出局。但是加内特已经做到了自己能做的所有事情，但是无奈阵容实在是太单薄了，最终遗憾地输掉了西部决赛。如果拿走 KJ， 没有人会觉得灰狼是一支季后赛球队。而且这支俱乐部不仅仅是球员水平不行，球队管理同样一塌糊涂。加内特灰狼生涯最好的帮手是斯普雷威尔，是斯泽比亚克之流，他们足够优秀，但是没法帮加内特夺冠。管理层的无能不仅仅是无法给加内特找到好帮手，同样是无法让加内特看到希望。因为阴阳合同，球队的选秀权被没收，灰狼没机会通过选秀补充新鲜血液。因为灰狼始终看不到希望，而 KG 还是在2004年之后继续在看不到希望的灰狼打了3年。然而年年不进季后赛，眼看职业生涯就要到下坡路了，如果 KJ 不选择离开，那还行吗？俗话说得好，良禽择木而栖，这是人之常情。哪怕加内特在离开的时候也没有选择自由身离开，而是通过7换1的方式给灰狼留下了希望。2007年 KG 离开明尼苏达，交易来到波士顿，和皮尔斯、雷阿伦组成3巨头，剑指夺冠。独自奔跑嚎嚷了12年后，他终于意识到要实现梦想需要做出改变。但没有人能够想到，加内特与塞尔提克竟是如此的契合，仿佛他天生就该披上这件承载了无数荣誉、注满了坚韧不屈血液的绿衫。加内特来到塞尔提克的前一个赛季，波士顿只有24胜58负。所有人都好奇 KG、皮尔斯和雷阿伦3个失意者能给老迈的塞尔提克带来多少改变。07至08赛季，塞尔提克赛季首战主场面对0号特工阿里纳斯领衔的华盛顿巫师，波士顿狂胜对手20分。KG 在他身着绿衫的第一场比赛就砍下22分、20篮板、5助攻，他为这支曾经的王者之师重新注入了久违的激情、强度和信念。除了重新点燃队魂， KG 也把他全面的身手带到了波士顿。作为联盟历史上著名的25000分加10000篮板加5000助攻加1500超节加1500组攻纪录缔造者， KG 简直无所不能。塞尔提克围绕他得以构建完整的战术体系。为了让3巨头兼容，加内特做出了极大牺牲，把出手权让给2位队友，自己则扛起了球队的防守重任。 KG 在防守端具备极强的移动能力，篮下到3分线都是他的防守控制范围，这让塞尔提克得以在防守端对重点防守人进行包夹。队友们相信 KJ 一定可以为他们补位，这也让他们在08年季后赛无论面对小皇帝的骑士还是科比的湖人，最终能够全身而退。故事正如大多数人所知的那样，08年 KJ 帮助塞尔提克在总决赛击败湖人，时隔22年后再次捧起总冠军奖杯。中场哨声响起，彩榭飞扬，加内特跪倒于中场 logo 拍击着地板，当他眼含热泪仰天长啸，终将前12年职业生涯的悲凉尽皆驱散。他来到波士顿，毅然牺牲掉球星待遇，为球队无所保留地奉献一切，用铁血防守和澎湃激情对沉沉睡去的绿巨人打上一剂强心针。从此绿衫中心再返豪强之列。2022年3月14日，加内特的5号球衣正式退役，不仅是为了感谢这位传奇巨星为球队第17冠做出的贡献，更是感谢由 KG 所重铸的球队文化。游荡的孤狼为远古巨人注入不虚热血，最终成就一段永远流传的绿衫佳话。效力于塞尔提克期间，他身上流淌的就是绿色血液，而效力于灰狼时，他就是当之无愧的狼王，这便是忠诚的体现。遗憾的是，因为和管理层的矛盾，加内特的球衣迟迟未被灰狼退役。但哪怕加内特和灰狼有矛盾，也是在退役之后想要收购灰狼，这又何尝不是他忠于这支球队的表现呢？提起灰狼，你想不到其他人，唯有加内特。他是这支球队的图腾，这支球队的标志。无论怎么讲 ，KG 都能诠释忠诚。正像标靶中心那位脱去上衣起舞的球迷，当加内特生涯终将回归灰狼，已为人父的他，即便双鬓斑驳，但在 DJ 播放的他熟悉的伴奏时，在儿子的助威声和全场球迷的欢呼声里，他熟练地脱去上衣，忘情起舞，仿佛回到了那个燃情岁月。加内特是他们的青春，到短信的是沙里夫·奥尼尔，科比的老搭档奥尼尔的儿子。在短信中，科比询问沙里夫和家人是否安好，但他却再也收不到沙里夫的回信了。2020年6月22日是美国当地的父亲节，沙里夫除了给奥尼尔送上祝福外，还特意祝福了已经去世的科比。据悉，当初在得知科比遇难后，沙里夫曾失声痛哭。他曾表示，对他而言，科比不仅是一位好叔叔，还是他的导师和教练。他无法用言语表达自己的悲伤。为了缅怀科比，
沙里夫把科比和 Gigi 的头像纹在了自己的小腿上。当年奥尼尔和科比组成的 OK 组合以无敌之姿横扫联盟，一内一外所向披靡，携手打造湖人3连冠的王朝。但随着科比的不断成长，他已不甘于自己鲨鱼小弟的角色，希望能够成为球队的核心，于是逐渐和奥尼尔渐行渐远。最终，湖人管理层选择了更年轻的科比，鲨鱼远走迈阿密。失去了奥尼尔的湖人实力大打折扣，即便科比用出色的个人表现证明了自己的实力，但奥尼尔搭档韦德先拿到了总冠军戒指，让人不得不怀疑湖人管理层的选择。直到2009年，科比终于如愿捧杯，并且在10年卫冕成功，而大鲨鱼留在联盟的也只有威明，职业生涯进入了尾声，两人之间的矛盾也随着时间烟消云散，迎来和解。而如今，奥尼尔早已退役多年，功成名退，是名人堂球员。但奥尼尔这一伟大姓氏却并未消失在球场上，除了同姓的杰梅因·奥尼尔、罗伊斯·奥尼尔，还有他自己亲传的孩子沙里夫·奥尼尔。虽然沙里夫是奥尼尔的二儿子，但因为大儿子迈尔斯不是亲生的，所以奥尼尔在沙里夫身上难免灌注更多的培养和期待。而沙里夫也不负众望，展现了他作为鲨鱼之子的天赋。2000年出生的沙里夫，身高2.08米，体重102公斤，场上44号位。高中时期，他效力于加利福尼亚州的十字路口学院。最后一年，18岁的沙里夫场均可以轰下27.6分、17.3篮板的2双数据。除了带领球队夺得了 GIF Division 2州冠军奖杯，冠军赛最后一场，他更是凭着29分、17篮板、5封盖统治攻防两端的表现，拿到了所在赛区约翰伍登年度最佳球员奖杯，并入选南部赛区最佳阵容。高中学业结束后，沙里夫凭借着自身亮眼的表现，在 ESPN 榜单中的排名高居全美第32位，被评为4星高中生，总评分89，距离成为5星只差1分。当时，南加州、贝勒、路易斯安那州立、堪萨斯州立等多所 NCAA 第一级学校都慕名为其提供了全额奖学金，试图得到这位天赋异禀的民宿之子。选秀网站 NBA Draft 针对沙里夫高中时期的表现给出的球探报告中如此写道：拥有良好的运动能力，协调性好，力量出众，体格健壮，能够轻松完成扣篮，篮下终结手感非常棒，展示出了成为弱侧封盖手的水平，投篮出手流畅，且射程能覆盖至3分线外，足以适应现代篮球的需求。毋庸置疑，沙里夫不出意外的话，将会追随父亲的脚步进入 NBA。但意外发生了，伤病找上了沙里夫，更何况这不是骨折等伤病，而是心脏病。进入 NCAA 前的一个休赛期，沙里夫被查出了严重的心脏问题，在接受手术后，赛季报销，缺席了整个2018至19赛季。病情严重到什么程度呢？医生当时给出的建议是，沙里夫无法再从事高强度竞技运动，并且需要佩戴心脏监护仪，还得定期进行体检，以确保身体健康。即便有足够的医疗水平支撑，休养1个赛季后，沙里夫就顺利摘掉监护仪，并宣布复出。但心脏病对沙里夫的影响是毁灭性的，这意味着他不能参加高强度的训练和比赛。NBA 从某种意义上已经向他关闭了大门。在 NBA 其实就有这样的例子，杰夫·格林的心脏一度停止跳动，虽然手术捡回一条命，但胸前还有一条长达50厘米的刀疤。不过最终他战胜病魔，重新回到了赛场。还有全明星内线阿尔德里奇，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他，刚出生的时候就因为心脏问题呼吸暂停，一度濒临死亡，靠电击才转危为安。在篮球生涯中，阿德不时就遭到心脏病的袭击。他在拓荒者效力期间，曾因为比赛中心脏病发被送往医院。这种心脏病并发时会导致心律失常，可造成患者出现休克乃至死亡。效力篮网期间，当再一次遭遇心律失常后，阿德选择退役，只是经过治疗和队医批准。随着心脏状况转好，阿德开始考虑重返赛场。在2021年季后赛期间，他就尝试复出，但由于联盟新冠防控协议等原因未能如愿。本赛季虽然阿德最终成功复出，但战绩并不理想，不知道新赛季是否能在球场上见到他。由此可见，心脏病对于球员的影响有多么大。即便心脏手术后的沙里夫有继续职业篮球的可能，但他胸口20公分的伤疤将永远意味着一种健康隐患。沙里夫在 UCLA 的 NCAA 很快结束，随后转学到了父亲的母校 LSU。整个大学期间，他总共只参加了37场比赛，场均 2.6 分、3个篮板，单场5分、9篮板，已经是他大学期间最好的比赛了。大三结束后，沙里夫决定参选。奥尼尔知道沙里夫这样的情况不可能被选中，劝儿子不要参选，老老实实读完大学。但沙里夫心意已决，
NBA 是他从儿时就确立的梦想，因为父亲的关系，沙里夫能够接触到不少 NBA 球星，而他们不仅在球技上带给沙里夫帮助，更是在精神品质上。科比的曼巴精神就不用多说了，不同于父亲，司职前锋的沙里夫曾在采访中表示，其实从小到大的梦想和偶像一直都是勒布朗，因为他强大的实力和篮球统治力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。他喜欢勒布朗的刻苦努力和勤奋，强大的球场意志力和求胜欲，同时勒布朗强大的影响力也是他所喜欢和羡慕的。低调的、谦逊的性格和强大的实力都是勒布朗偶像的标签。NBA 季联赛精英训练营第2日的比赛中，沙里夫展现出了不俗的实力。他全场出场20分28秒，投篮10中5，罚球2中1，得到11分、10篮板、3助攻的全面数据，其中还包括了惊人的6个前场篮板。可惜他的队友们的表现非常一般，他所在的球队也以94比111不敌对手，但这已经足够展示出沙里夫在高水平比赛中的即战力。他先后在父亲曾效力的魔术、湖人和热火进行了试训，但都未能打动管理层，沙里夫最终还是遗憾落选。不过湖人仍然伸出了橄榄枝，给了他一份训练营合同，为球队出战夏季联赛。谈到自己即将为湖人出战夏季联赛，沙里夫说，我就是在湖人队出生的，我出生的那年，我爸和科比一起在湖人拿到了总冠军，现在我也能穿上湖人的球衣了，这感觉很疯狂，我有点无法用语言来描述。夏季联赛首场比赛，湖人面对热火，在半场的时候，湖人就大比分领先，让比赛早早失去悬念。当然，本场比赛的焦点是沙里夫和另一位民宿之子皮蓬2世。沙里夫全场比赛仅上场15分钟，3投2中，得到6分6篮板。第2场面对国王，沙里夫替补出战3分25秒，投篮2中1，罚球2中1，得到3分1篮板。显然，距离 NBA 沙里夫身体素质超群。遗憾的是，这位飞人终归没能如愿降落在大洋彼岸的美职篮，期间的种种波折无不为他的梦想套上了锁链。今天这部影片，阿斌就带大家走进陈信安的故事，见识这位最接近 NBA 的台湾本土球员。陈信安1980年7月1日出生于台北，年少时期就展现出了超过同龄人的运动天赋，跑得快，跳得高，在众多体育项目上都是佼佼者。陈信安就读台北市天母国中时，原本是手球选手，篮球只是玩玩而已，但在野球场早就小有名气。之后陈信安进入松山高中，才开始正式打篮球。此前对篮球浅尝辄止的他，在高一时就成为校队的主力，并在之后的 HBL 高中篮球联赛的灌篮大赛中拿下冠军。18岁的陈信安似乎就是为了篮球而生的，当时他的身材尚未经过密集训练，却在高中生之中已是百里挑一。他的弹跳制空都很出色，看他杀入禁区，他的拉杆仿佛能让时间静止，让人感受到篮球的美好。说句形象且毫不夸张的话，就是看他打球就如同是在看乔丹打球，闲庭信步，举重若轻，势大力沉，雷霆万钧。台湾高中联赛实战扣篮的球员少之又少，而陈信安不仅成为凤毛麟角，更是经常上演暴力美学。1998年，陈信安带领刚成立不久的松山高中队在 HBL 历史性的取得了第5名。同年4月，陈信安代表中华联队参加亚太高中篮球邀请赛的灌篮大赛，以双手反扣及空中拉杆灌篮赢得头名，并带领中华联队获得正赛冠军。也是在这一年，代表台湾参加亚青赛的陈信安力压小巨人姚明，获得亚洲篮协评选的亚洲最具潜力青年球员称号。作为锋卫摇摆人，陈信安拥有极其强大的运动天赋，这在黄种人身上很罕见。此时的陈信安身高是196公分，他的垂直弹跳高度可达100公分，这在 NBA 里都是属于最优秀的那一档。陈信安在新世纪到来前的2-3年崭露头角，和姚明一样，都是当时备受期待的亚洲超新星。而他和姚明之间的联系，并不只是都被外界看好这么简单。很快，两人就在球场上进行直接对话。2000年7月1日，陈信安在亚洲篮球超级联赛中代表中华台北队出战，面对来访的中国男篮队，他飞身冲入禁区，在身高216公分的姚明头上双手扣篮成功。这球的震撼程度足以载入亚洲篮球史册，哪怕被评为该年度全世界第2强的实战扣篮也毫不为过。而第一想必大家也都知道，那便是悉尼奥运会上卡特飞跃218公分的法国中锋。正是这隔扣姚明的经典之作，使得陈信安对未来更加充满信心。2000年，陈信安加盟玉龙队后，玉龙队旋即拿下了连续4年的甲组联赛冠军，
连续3年的总统杯冠军，而陈信安也包办了甲组联赛连续4年的 MVP。但这些荣誉并不能让陈信安感到满足，因为他的梦想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去打 NBA。只是这最初的梦想却背上了最重的行囊，俱乐部和篮协的自私禁锢了这位飞人的翅膀。这在1998年就出现端倪，当时亚青队训练时间与第4届总统杯篮球锦标赛撞期，使得陈信安所属的台鹰队不肯放人。后来中华台北篮球协会出面与时任台鹰队教练金义清沟通后，俱乐部才首肯放人。而在1999年和2000年，陈信安本有机会参加由 Nike 推荐的美国篮球训练营，但由于训练营时间正逢亚洲篮球超级联赛以及琼斯杯比赛之际，因此陈信安只好放弃训练营，继续为中华台北队效力。而在代表中华台北队出战的场次中，也发生过小插曲。2001年，陈信安在与河北省队的比赛中遭遇对方拐子击中，左眼部受伤缝了9针。但即便如此，受伤后的陈信安依然在大阪东亚运动会上斩获得分王，并率领中华台北代表队拿下第2名的好成绩。东亚运动会结束，陈信安以眼伤未愈为由退出台湾队，并婉拒当时领队高国华的挽留。但没过多久，陈信安就在琼斯杯比赛复出，而该届杯赛首度由中华台北代表队拿下冠军。这时的陈信安21岁，这个年龄也确实还年轻，但他在台湾篮球圈待得太久了。对于外籍球员来说，想要进入 NBA， 那么 NCAA 算是一块不错的跳板。尽管当时美职篮并没有出台限制球员选秀的规定，但接受过美国大学赛场洗礼的球员才是 NBA 的中坚力量。NCAA 也为众多怀揣着 NBA 梦想的海外球员开了一扇窗。其实在2001年，陈信安一度有机会通过交换生的身份前往美国大学读书以及 NCAA 打球，但可惜的是后因不知名的因素而作罢。直到2002年1月14日，陈信安才来到美国。此行他是在前裕隆助理教练陈世嘉的协助下前往 NBA 发展联盟的莫比尔狂欢者队见习练球3星期。陈信安可不管3七21，在美国这块富饶的篮球土地上，他拼命吸收着养分，用汗水浇灌着梦想的幼苗。虽然这样的机会对进军 NBA 而言杯水车薪，但也让他尽可能的缩小与梦想的距离。而在次年，陈信安终于是向 NBA 迈进了坚实的一步。2002年9月11日，陈信安在 NBA 国王队球探买利加的推荐下，参加国王队的季前训练营，并在季前赛出战3场，而他本人也为这来之不易的3场球付出了不小的代价。作为台湾首位挑战 NBA 的球员，陈信安非但没有得到台湾篮协的支持，反而因他退出亚锦赛集训而被扣上了弃荣誉于不顾的帽子，并处以禁赛1年的惩罚。这意味着陈信安如果未能成功登陆 NBA， 那他将面临在台湾联赛无球可打的局面。可残酷的事实就是，3场比赛过后，陈信安遭到国王队释出，未能进入球队最终大名单。12分钟出赛纪录2投1中2分2篮板1助攻，这是陈信安交出的成绩。而又有多少人知道，这份看似惨淡的数据单背后，陈信安付出了多少努力？当多年之后佩扎来台湾时，这位国王民宿还记得曾经与陈信安一同训练的往事，因为后者的勤奋让他印象深刻。2003年，陈信安获得丹佛金块队邀请参加夏季联赛测试，但这一次他甚至都没有出现在登场名单中。不放弃的陈信安于2004年加入了 ABA 美国次级篮球联会的橘郡破坏者队，但球队随后因为资金问题不得不面临解散。陈信安随即转队，加盟拥有日本 NBA 第一人田沃永泰所在的长堤灌篮队。两人惺惺相惜，因为他们身上有太多共同话题。2005年回到 SBL 的陈信安单场狂砍52分，该纪录至今无人打破。后来他在亚洲篮坛有所表现的时候已经是2007年了。那一年他作为中华台北队的领袖，在亚锦赛上能够拿到场均 18.1 分 5.6 篮板，但这却成了他最后的巅峰。此后陈信安的伤病接踵而来，韧带松弛、腰伤、膝盖钙化积水，让他的弹跳力和爆发力大不如前。2009年，陈信安来到 CBA 加盟东莞队，身体素质早已不复当年的他，依旧可以在季后赛隔扣身高212公分的苏伟，但这已是他 CBA 生涯唯一的高光时刻。在度过了2个不温不火的赛季后，陈信安没有获得球队续约，昔日飞人重返台湾。2014年，基于生涯规划，陈信安选择金盆洗手，高挂战靴。其实台湾所有关心篮球的人真的应该感谢陈信安，是他带给台湾球迷一个可以触摸到的 NBA 梦想。
这在根本上就有别于在美国成长的林书豪。然而 NBA 就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，在球队的运作中，人员交易是常见现象，有的可以化腐朽为神奇，有的则是自毁长城。当然这都是后话，但不得不说，有些交易真的足以改变世界。你能想象抱团的乔丹能拿几个冠军吗？假如勒布朗提前10年来到洛杉矶，又会是怎么样的场景？而科比则显然是被命运捉弄最多的那个人。今天这部影片，阿斌就带大家盘点 NBA 那些差点达成的惊天交易，看看平行时空里那些不可思议的事情。在2000年夏天，邓肯成为自由球员。那一年，石佛因为常规赛收官阶段受伤，导致赛季报销。马刺也在首轮被太阳淘汰。在受伤之前，邓肯场均可以砍下 23.2 分、12.4 篮板、3.2 助攻以及 2.2 盖帽。他带领马刺取得了53胜29负的战绩。虽然邓肯受伤了，但他依然被多支球队抢着要，而魔术则是邓肯当时无限接近的下家。但因为时任魔术主教练的里弗斯不肯让邓肯的家人坐飞机，最终石佛选择回归马刺，并且从一而终。不得不说，里弗斯猪头这个外号不是白叫的。要知道，那一年麦迪刚刚离开了多伦多，来到了奥兰多，很快便打出了身价。如果邓肯的交易达成，你可以想象97绝代双骄的组合有多可怕，其威力绝不在 OK 之下。在03年的时候，邓肯就几乎以单核带队的表现，在季后赛终结湖人的3连冠，并最终夺得总冠军，可见他当时的实力有多强。如果再加上一个全能型得分王，那未来就都是魔术的。可惜啊，飞机正在抵抗地球，而里弗斯正在抵抗你。不过后来麦迪和邓肯还是联手了，然而这场迟到了13年的约会，最终在迈阿密的狂欢中曲终人散。之前美国记者方盖在推特上发了这样一张图，内容是：如果乔丹和德雷克斯勒以及奥拉朱旺在一个队，那么他们能获得多少总冠军？在乔丹所在的年代，球星都是各自为战，基本上没有抱团取暖的现象。即便一支球队当中有2到3名球星，也都是自己培养的。所以这提问激发了球迷极大的讨论兴趣。有一说一，如果这3位球员能够组队，那么绝对会是历史上最强的3巨头，并且乔丹会拿到更多的冠军。而再也没有人会说火箭的2连冠是钻了乔丹不在的空子，因为他们在一起保底8连冠不是梦。没错，就是这么自信。乔丹之强无需赘述，而德雷克斯勒是出色的锋位摇摆人，既能打得分后卫，也能胜任小前锋的位置。至于奥拉朱旺，能够在1984年选秀大会上力压乔丹夺得状元，实力有目共睹。90年代他排在4大中锋之首，梦幻脚步就是对手的噩梦。3人联手 NBA 直接大结局，其他人还玩个球啊！忆往昔看今朝，你能想象同为2连 MVP 的库里和字母哥在同一个球队打球的样子吗？可实际上这真的差点发生了，并且还是在球队不伤筋动骨破坏框架的情况下。在2012年，库里曾接近被交易至公鹿队，但是公鹿队医经诊断后担心库里的脚踝伤病史，所以最终没能成行。后续勇士为了达成交易更换筹码，将蒙塔·爱丽丝、埃派尤杜和夸梅·布朗送出，换来了博古特和斯蒂芬·杰克逊，而公鹿就此错过了历史3分王。这使得球队管理层后来二话没说就炒了那支医疗团队。随后1年，公鹿就交易詹宁斯换来了米德尔顿，同时选中了字母哥。试想一下，依靠库里的能力以及字母哥的天赋，再加上米德尔顿的成长，这支雄鹿队绝对强无敌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因为有字母哥和米德尔顿的存在，库里的防守压力比在勇士还要小。字母哥的协防意识和速度大家都已见过，米德尔顿的高度也可以替库里补位。如果这支球队真的成型，其实力比宇宙勇者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如果说库里的例子是阴差阳错，那么接下来的均是事与愿违。2011年对于科比和保罗而言都是失意的一年，湖人王朝迅速崩塌，科比陷入绝境，而保罗无法忍受球队始终难有作为，决心离开。于是一笔涉及3方的惊天交易酝酿而生，湖人送出加索尔、奥杜姆首轮签，得到保罗、奥卡福；火箭送出德拉季奇、凯文马丁、斯克拉，得到加索尔；黄蜂送出保罗、奥卡福，得到德拉季奇、凯文马丁、斯克拉、奥杜姆和首轮签。这笔交易实际上已经拍板，当时各队官方还发了消息，但是仅过半天，联盟其他球队老板纷纷逼宫时任 NBA 总裁的斯特恩，迫使后者以一句篮球原因直接否决了这笔交易，导致科比和保罗联手失败。假设没有人从中作梗，
那么按照当时西部各支球队的实力对比，不管是年轻的雷霆还是老辣的马刺，科比和保罗的组合都能够战胜对手，率队进入总决赛。毕竟这样的配置比2013年的 F4 阵容合理很多，科比之后也不会拼到跟腱断裂快速陨落，而保罗或许也已经品尝到总冠军的滋味，只能说万般皆是命，半点不由人。然而关于科比差点发生的交易还不止于此，更早的时候湖人甚至想用黑曼巴单换勒布朗。04年湖人兵败总决赛，鲨鱼东游，紫金王朝土崩瓦解，在无数个夜晚科比都要扮演孤胆英雄的角色，而球队始终不能更进一步，无缘季后赛。季后赛首轮游，这些经历让心高气傲的科比非常不爽，他感觉球队就是把他当做了卖票的工具，根本没有花心思为他引进得力帮手。科比不想浪费自己职业生涯的黄金期，从而萌生去意，而湖人也对此有所察觉，主动出击，不仅止损，还想小赚一笔。于是他们联系了骑士，询问后者用科比交易詹姆斯的可行性。那时的詹姆斯才22岁，在季后赛上以一己之力突围东部，虽然最终0-4被马刺横扫，但大家都清楚，就像邓肯说的那样，未来是詹姆斯的。起初骑士管理层对湖人的提议也蠢蠢欲动，但最终还是选择了拒绝。而那时的科比去意已决，于是面对他的再次施压，湖人又将目光投向了公牛。当时公牛给出的筹码是第6人本戈登、年轻的乔金阿诺、托马斯和首轮选秀权，只不过湖人想要的更多，他们要求公牛将3年级的罗尔邓也加入其中。眼看当时的交易就快要达成了，只是湖人又坐地起价，让公牛扛不住了。那时的罗尔邓场均贡献 18.8 分、7.1 篮板和 2.9 助攻，是东部仅次于詹姆斯和皮尔斯的第3小前锋，可谓潜力十足。面对狮子大开口的湖人，公牛最终紧急叫停了交易，科比离队只能作罢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当年湖人薪水的罗尔邓几年之后真的穿上了紫金战袍，并且在退役之后还牢牢占据着球队将近500万美元的工资帽。看完上述内容，你是否感受到了 NBA 的暗流涌动？这些重磅交易，任何一笔只要成型，都能搅得联盟天翻地覆。近年来，随着球员流动性增加，相信之后也会有石破天惊的交易。但有的球员为了迫使球队交易自己而消极怠工的现象也时有发生，这对 NBA 来说是一种伤害，也是球迷的一种损失。如果说一切都是天意，一切都是命运，终究已注定，那么立足当下，做好眼前才是最实际的操作。我是阿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